真没想到英国也站起来了。2026年7月，英国皇家空军正式宣布启动风暴战士协同作战飞机项目，也就是大家常说的 CCA。 按照英国的说法，这款无人机不仅要跟现役的台风和 F-35B 并肩作战，还要完美融入未来的六代战。目标只有一个，重塑整个欧洲的空战格局，让英国皇家空军成为欧洲第一支第6代空军。听到这儿，可能很多朋友会微微一笑，毕竟这几年大英帝国画的大饼实在太多了。不过这一次英国好像是玩真的。那么这个风暴战士到底是个什么来头？如果跟俄罗斯的苏57对战，会是什么场景？他凭什么敢去单挑俄罗斯的苏57？2026年7月，英国政府发布的国防现代化蓝图，也就是4年期的国防投资计划。在这份计划里，英国政府咬着牙给武装部队批了2980亿英镑的现代化资金，里面有超过50亿英镑被专门圈了出来，放在无人系统和自主武器的研发上，比之前预期的多出了10个亿。在这50亿的蛋糕里，风暴战士切走了最香的一块。项目启动和前期技术攻关，直接拿到了3亿英镑的专项投资，折合美元大概4个多亿。虽然放在五角大楼眼里，这点钱可能也就是个零头，但对现在的英国来说，绝对是下了血本了。英国国防战备与工业大臣卢克·布拉德表示，未来的空中战场充斥着高度密集的无人机集群、昂贵的6代机以及电子战。在这场未来的空战中，风暴战士就是皇家空军的底牌。这一点英国其实很早就看出来了。在搞风暴战士之前，皇家空军的心灵和钱包都曾受到过一次极其惨痛的暴击，那就是大名鼎鼎却又胎死腹中的蚊子项目。早些年的时候，英国搞了个叫轻型星际可承受新型作战飞机的倡议，名字挺长，简称 LNCA。 在这个框架下，他们搞出了蚊子中程僚机项目。当时的英国雄心万丈，在2021年1月，大手一挥，给了施必瑞航空系统公司、卡伦伦茨以及诺格英国分公司组成的3家联盟一份3000万英镑的合同，要求他们在2023年底前就把原型机送上天。结果呢，到了2022年6月，英国国防部快速能力办公室和防务科学技术实验室在经过审查后宣布项目终止。这事儿在当时军工圈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为什么停了？火力军总结一下，就是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在几十个亿都嫌少的隐身无人机研发领域，英国想用微薄的预算一步到位搞出一种中大型、高阶、无尾飞翼布局的隐身无人机，技术风险高得离谱。大家想一想，美国的 X-47B 烧了多少钱才勉强上舰？英国想花点小钱办大事，最后只能是烂尾。不过好在及时止损了。英国皇家空军开始探索体积更小、成本更低、能够快速部署的增量式能力，这才是性价比最高的出路。蚊子项目被砍，逼出了皇家空军现在的非对称转型战略。这个战略在2025年5月结出了第一个果子，一款叫风暴遮蔽的无人电子战平台，并交付皇家空军第216试验中队。从技术来看，这个东西完全是大积木。英国人找葡萄牙泰克维尔公司把 AR3 小型战术无人机掏空，然后把意大利莱昂纳多英国分公司搞的璀璨风暴主动干扰载荷硬塞进去，进行深度融合，前后只用了6个月时间就交付了，直接成了英国第一款有实战能力和自主防空压制平台。这种实用主义精神确实值得点个赞。这股有人与无人协同的春风不光吹在空军脸上，整个英军3大兵种现在都在搞协同，形成了一个海陆空3军无人化棋局。皇家海军那边正在推一个叫征服者的项目，砸1200万英镑，在2027年底前搞出个大动作，给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搞点无人机玩玩。因为伊丽莎白女王级是滑跃起飞，当年海军推出皇家方舟项目，想加装电磁弹射器和阻拦索，结果一算账，改造成本比造新船还贵，只能无奈放弃，连带着磁湖项目也跟着黄了。现在的皇家海军不要弹射器，也不要阻拦索了，征服者项目的目标是固定翼短距起降的喷气式平台，自己从甲板上滑出去，自己降落，硬生生攒出一个混合航母航空联队。在此之前，海军为了测试去风险，还推出了吸血鬼项目，弄了一批靶机在威尔士亲王号上反复起降练手，后来甚至搞出了个叫寒鸦的低成本一次性无人机，带30公斤炸药或者干扰设备，飞3个小时去给舰队当敢死队，主打一个物美价廉。地面上的英国陆军也没闲着，启动了尼克斯项目，在2026年5月给泰雷兹、BAE 系统等几家公司分了1000万英镑，要求他们搞一种能跟阿帕奇组队打怪的陆用中程僚机。阿帕奇躲在树梢后面，前方的无人机冲上去开视野扫清障碍。正是有了海陆空这些五花八门的项目，不停的试错积累，才给现在我们要聊的绝对主角风暴战士攒下了底层人工智能算法、数字架构以及海空通用的控制链数据。对于皇家空军来说，风暴战士属于绝对的王牌。对他的规划不是搞一个单一型号那么简单，而是要打造一个多层级轻重结合的战术无人机家族。
皇家空军的高层下过死命令，对于风暴战士家族，核心理念就16个字：性能足够，价格够低，生产够快，数量够多。英国官员放话，如果一款协同作战飞机的制造成本达到了有人战机的3/4，或者它在流水线上的制造工时达到了 F-35 的70%，那这个项目就会被毫不留情地推翻重来。要的就是廉价，要的就是消耗品。在这个指导思想下，风暴无人机家族目前明确规划了4款核心型号。处于鄙视链最底端的是叫做风暴之火的单向攻击型巡飞弹，属于高科技自杀机，技术是从廉价的制导弹药改过来的，用极简的复合材料一体化结构打造，能用喷气也能用活塞动力，射程能达到惊人的1600公里。这东西的作用就是远程防区外精确打击，用极低的成本去敌后实施饱和压制，消耗对面的昂贵防空导弹。目前还在设计论证阶段。往上一层是叫做风暴遮蔽的电子战平台，也就是咱们前面提到过已经服役的那款活塞或混合动力，里面塞了2.5公斤的致盲干扰机，主要任务就是跟着有人机前出去释放 DRFM 波形，把敌方的防空雷达晃瞎，属于已经修成正果的现役装备。再往上是风暴格，你可以把它看作是风暴遮蔽的超级进化版，机体大了一圈，换上了喷气式涡轮发动机，能飞高压音速，里面塞的不再是几公斤的小玩意儿，而是大功率的多波段主动电子攻击载荷，甚至还有网络攻防能力。任务是在更远的距离实施大范围的防空压制和雷达欺骗。目前这也是国防投资计划里的新增论证项目。最后就是站在整个家族金字塔顶端的旗舰，真正的高端级玩家——风暴战士高阶协同作战飞机。这是一款重型的隐身喷气式无人机，设计上极有可能采用为了隐身做到极致的无尾翼，或者是带外倾双垂尾的折线梯形翼，速度必须接近或者达到超音速。最关键的是，它拥有大容积的隐身内弹舱，具备开放式架构和自适应飞控。它的战术角色就是为 F-35和6代机提供防御与进攻能力，里面塞满空空导弹和传感器。首架技术演示机要在2030年前必须首飞。光看这些有点枯燥，为了让大家彻底搞懂风暴战士在未来空战中到底是怎么玩的，火力军打算来一场推演，看看英国的无人机大队怎么硬刚俄罗斯的顶级精锐457。假如在北欧某个空域，欧洲与俄罗斯爆发冲突，俄罗斯空天军这边一架苏57作为指挥中心，左右两翼跟着2架20吨级的 S70猎人 B。苏57属于空战老手了，推力矢量发动机加上多项 AESA 雷达，超机动性天下无敌。机腹里塞着4发 K77M 导弹，旁边的猎人 B 也没闲着，内弹舱里满载空空和空地弹药，完全就是苏57的火力延伸库。另一边则是英国皇家空军的体系化编队，后方是一架 F-35B 作为母机压阵，前方60公里处顶着2架风暴战士高阶 CCA， 在更靠前的地方还撒着2架风暴格和风暴遮蔽电子战无人机，内置弹舱里藏着的流星导弹。交战第一阶段，远距探测与分布式电磁压制，在距离180公里的时候，苏57机组按捺不住了，机头的 N036 主雷达和测试雷达全部开机，配合着猎人 B 的前置红外传感器，在俄罗斯地面雷达网的支援下开始扫描空域，企图仗着高机动性快速建立锁定。这个时候 F-35B 保持着绝对的雷达静默，一丁点电磁波都不漏，把自己深深藏在低可探测性的死角里。而冲在最前面的电子战无人机率先发难，风暴格和风暴遮蔽搭载的璀璨风暴电站系统全功率启动，高密度的数字射频储存干扰信号砸向苏57，瞬间在俄罗斯人的雷达屏幕上投射出几十个高真度假目标。苏57的雷达告警器疯狂尖叫，电磁频谱变成一锅粥。趁着苏57变成瞎子的时候，2架风暴战士利用自身极低的 X 波段雷达反射截面积摸到了距离苏57大约110公里的位置。风暴战士身上的无源传感器与前置红外搜索系统盯住苏57发动机喷出的高频红外辐射，火控数据通过隐蔽的多功能数据链传给了后方的 F-35B。F-35B 飞行员看着屏幕上的确认光标，按下了开火授权。前方的风暴战士弹开内弹舱，2发流星导弹以超过4马赫的极速直扑苏57。因为开火的是前置的隐身无人机，后方的 F-35全程看戏。俄罗斯直到导弹进入不可逃逸区之前，都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经被判了死刑。就在流星导弹逼近到35公里时，苏57的紫外红外导弹逼近告警系统，终于发现了端倪。俄罗斯飞行员瞬间拉杆，苏57做出了超机动转弯，同时操控旁边的猎人 B 抛洒干扰弹，企图用无人机的肉身挡刀。在生死存亡之际，苏57还循着导弹来袭的大致方向盲射了2枚 K77M 导弹，咬住雷达反射特征稍微大一点的风暴战士。这时候没有碳基生物生理限制的风暴战士开始了他的表演。在 K77M 逼近的瞬间，自主飞控 AI 直接接管，拉出了一个高达11G 的极限躲避曲线。在这个过载下，人类飞行员早就脑充血昏死过去了。风暴战士不仅扛住了，还同步开启了主动诱骗，成功晃掉了第1枚 K77M。 虽然第2枚导弹还是把它炸成了一团火球，但他的任务已经完美达成了，用几百万英镑的造价吸收了对面足以击落上亿美元有人机的致命火力，
保护了后方 F-35B 的绝对安全。最终，流星导弹因为是冲压动力，到最后关头依然动力十足，不可逃逸区比传统的固体火箭大3倍。在另一架幸存的风暴战士的数据链微调下，流星精准绕开了猎人 B 的诱饵，一头扎进正在做过载机动的457尾部。高爆战斗部瞬间把这架隐身战机撕成碎片。457一死，失去控制信号中继的猎人 B 直接成了断线的风筝。自主防卫算法还没算明白怎么回事，就被第2枚流星当空打爆。一场体系对抗，英国用一架廉价无人机换了对面一整个第5代重装编队。当然，这是战况模拟，真实战况如何发展，我们还要等风暴战士服役并与苏武器对上了才能知道。不过到这儿就有一个问题，作为英国未来几十年的王牌，风暴战士这个活到底谁能接得住？看到英国军方的项目，本土的军工企业眼睛都绿了，谁都想啃下这块肥肉。目前冲在最前面的一匹黑马是一家叫做 MGI 的工程公司，他们专门为风暴战士量身定做了一个代号叫 Vortex 的平台，也就是涡流。火力军看了下这东西的数据，确实有点意思。最大起飞重量 3.5 吨，装一台能输出10几千牛推力的罗罗涡扇发动机，最高速度 0.85 马赫，最大航程能突破4000公里，能在负2 G 到正7 G 的飞行包线里疯狂机动。肚子里有个400公斤的隐身内胆舱，翅膀底下还有4个外挂点，总共能带600公斤的武器或者传感器。而单机成本号称能在300万到600万英镑之间，而这价格在伦敦好点的地方买套大豪宅都不一定够。如果真能造出来，简直完美契合了皇家空军对高性价比的大规模部署期望。不过检视防务的说法是 BAE 系统公司和美国的波音公司目前跳得最高，波音手里的牌是 MQ-28 幽灵蝙蝠，这玩意儿在英国官方眼里确实有点分量。2023年皇家海军的一场内部演示 PPT 上就明晃晃地画着一架带尾钩的 MQ-28 停在伊丽莎白女王号上，甚至有人提议把英美澳的奥库斯协议扩大，直接把 MQ-28 打包弄进英国。美国的洛马也不甘寂寞，抽油工厂正在搞一个叫维提斯的高端隐身无人机，架构极其开放，看着就像是给英国量身定做的。此外，诺格和克拉托斯也都在虎视眈眈。不过在火力军看来，不管以上的这些巨头怎么出招，这个超级大单的终极总承包商 99.9% 会落到英国自家的老牌巨头 BAE 系统公司手里。第一，风暴战士最终是要陪着英国的6代机一起玩的，而 BAE 系统公司就是英日一大 GCAP 项目绝对的霸主。就在2026年6月，BAE 牵头的财团刚刚拿下价值 4.6 亿英镑的设计测试合同，未来4年还有 8.6 亿的专款。风暴战士想要在底层代码、AI 算法、飞行员的头盔显示器上跟暴风雨100%兼容，交给 BAE 做是最稳妥的。如果引进外面的竞争者，搞出代码不兼容或者接口对不上，那后续的重复测试版本能把英国国防部干破产。第二， BAE 独步欧洲的隐身无人机界，别看英国这几年穷，但在隐身无人机领域， BAE 是欧洲极少数走完过全流程的。早在21世纪初，他们就搞出了赫尔蒂和螳螂，还有科幻感爆棚的雷神隐身验证机。经过这几个项目， BAE 完整攻克了包括无尾控制飞控算法、高逆踪进气道结构、碳纤维复合材料一体化制造以及雷达稀薄涂料应用等一系列前沿课题。这些庞大的无形资产与熟练的技术工人队伍，是波音、克拉托斯或通用原子等美国企业在英国本土所无法比拟的。这些能保证风暴战士以最快速度从 PPT 变成实体机。第三，就算交给 BAE， 英国也能找美国合作。在高端领域， BAE 跟洛马的抽油工厂有一腿，就跟上面说的那样，后者正自筹资金研制维提斯隐身无人机。这东西拥有极高的人工智能自适应特征与先进的开放式任务架构，在 BAE 的协助下，很容易就能完成本土化改装，以适配英国皇家空军在2026年7月的范保罗航展上。洛马抽油工厂与 BAE 系统还公开合作研发了最新自主多任务无人机系统暴风雪，关系可见一斑。除此之外， BAE 本身就是波音 MQ-28 幽灵蝙蝠的核心供应商，为其提供最关键的自主飞行器管理系统与部分地面控制系统，这使得 BAE 拥有极强的行业议价与方案整合能力。这也就意味着，不管英国国防部最后是决定完全自己造，还是买国外的平台回来改装套壳，都绝对绕不开 BAE 这个守门人。综合来看，风暴战士是英国在经历了无数次项目烂尾、预算腰斩之后，痛定思痛憋出来的一个王牌。未来几年，大家会看到英国在无人机领域疯狂砸钱。虽然他们的技术演示机定在2030年首飞，但军方内部显然已经等不及了，都想着怎么把时间表往前赶。当然，想法是好的，方案是极其科幻的，但大英帝国的国库能不能撑到这架飞机真正形成战斗力的那一天？造船厂和飞机制造厂的工人能不能按时交货不掉链子？还得打个巨大的问号。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大家觉得英国的风暴战士与美国的 CCA 相比，哪一个更好用？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
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